有最近看什么新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吗？漫长的季节。一条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伊能静。我没有想变成一个老师或人生导师，像我这样原生家庭比较颠簸的女孩，摸索的怎么长大的，我把我体验到的东西去跟女性粉丝们交流对话。原来我的人生经验对某一些年轻女生来讲是有帮助的。你除了是女儿、妻子、妈妈，最重要的角色是你自己。20岁应该多去感受跟尝试，人生的自由就是选择。你可以说 yes or no， 喜不喜欢工作，要不要跟这个人分手，养成独立人格。30岁的确是要去思考人生的止损点，必须要开始。不会滋养我的事情我不要做了，减少无意义的社交。40岁的时候的确身体就在开始衰退。如果你是对家庭还是有向往的，可能这时候你就要专注于家庭。到了50岁，如果你前面都做到了，觉得就海阔天空了，你的人格已经被你培养出来了。我是从来不避讳我的年纪，花会枯掉，动物会死亡。一个这么自然的现象，到了女人身上，它就变成了一件重大的、不可被原谅的。你的脸下垂了，你的身体走形了，你生不出孩子来了。人不是东西，是不能被剩下来的。去证明我不是剩女，我的价值，你为什么要证明给他们看？找到厄运的来源，而不是让女性变得更焦虑。你話用台灣嚟，我是一个撕标签的人，在不同的阶段，我有点像马拉松的那根棒子。好男好女是我人生第一部很正式的影视作品，在那个角色里面，我演了3个人，更深刻的去体验了表演跟人之间的关系。我现在回头看《生死言》这本书，我还是很有感触。从50到60这个年龄段的视角去看待一个20到30视角的我。流浪小孩整张专辑，我去了无数的国家，体验我想要流浪的心情。我面对我的2个孩子是非常臣服，完全的接纳。我很怕居高临下的父母关系。当父母知道自己不是绝对的真理，他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父母。我儿子给我的撞击是很大的，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家庭主妇，然后他已经刚进入青春期。那有一次我在跟他 argue， 他说你不要用你过去40年的经验来告诉我未来40年怎么做，因为我的未来你没有去过。我当时听完非常震撼。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在用自己的过去的经验活到未来里面。所以现在我跟米粒的相处，我在思考，如果我是6岁的米粒，那我会希望妈妈跟我说什么？我们家不是妈妈的床边故事，是女儿的床边故事，常常是她念给我听。父母不要一味的就是我都给你爱，你要让孩子反向过来给你很多爱，他就会在给予爱的过程里面感受到亲情的互关性。我的生活很规律，早上6点45起床，送米粒上学，8点多回家，打理一下家里的事情，睡个回笼觉，开始看工作的事情。2、3点之后我去接女儿放学，陪她练跳舞，逛书店，吃完饭了嘛，我的女朋友们到达我家聚会，一起聊音乐，聊文学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抗衰。有的时候去外地探探我先生的班。这个阶段，我实在对自己太有自信了。我还很向往我的60岁、70岁、80岁。我每一年都说这一年是我新的开始。现在我想要用心不用力的去过我的下半辈子。